另外有一件国际很瞩目的消息，当然是中美科技大战啊，华为新机发表会已经举行完毕了。当然外界比较意外的是说，它居然没有对新的手机的部分做太多的发布，都是平台啦，比方电视，甚至电动车，甚至是什么电视等等，反而对手机琢磨不多。但有一个亮点是刘德华当代言人出现在这个现场，成为热搜排行榜啊。一开场90度鞠躬，流利普通话，然后向不同的观众方向90度鞠躬，代言新的这个 Pro 的手机同时还华为帮他做宣传之外，还祝福刘德华代言之后，做足面子祝他生日快乐等等。同一天都是在华为的这个发表会，也是刘德华的生日像这样子以明星来代言，可是刻意没有特别谈手机，这是有什么特殊的玄机在里头吗？华为晶片突围，美国晶片要进华为的各种可能的发展啊，那大陆的国产晶片是个谜，所以以至于手机这一块在这个发表会上被谈的不多，甚至必谈没有谈太多的相关晶片怎么来的啦这些议题。雷蒙多说，这可能代表美国晶片制裁藏有漏洞，曾经表示暂时没有证据表明华为有能力大规模制造7奈米晶片才对，但现在制造出来了呀。当中到底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华为的必谈是不是也有一些玄机在里头？华为说突围，所以造成了今天新机可以发表嘛？那问题的解释是不是中国绕过了制裁，取得了尖端的技术？在去年这个 Technology Science 的这个报道里面就说，中芯有可能已经通过改良过的先进的各种技术，去年就已经完成了这个7奈米的晶片那美国因此被华为这个手机吓一跳的结果是，终于就是告诉大家说，当然对于国产中国的晶片里头生态系统不是只是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生态系统打开大门，发售手机之后呢，解读中国不必再依赖美国的信号，当然也就无法隔绝于全球的供应链之外，再怎么制裁都没有办法的话，那只好说，那有没有违反制裁的情况发生，还要再去抓各种漏洞吗？那各种漏洞是什么呢？这个是前阵子很夯的一个消息，当然就是秦刚在中国大陆突然间在外交场合上消失了那《金融时报》一个最新的报道告诉大家说，原来凤凰卫视前主持人这位傅小田的跟秦刚的所谓不伦恋，去年这个过程跟消息其实都是由女方主动所发表出来的。那怀疑是不是他也是一个谍报的工作之一呢？那包括了他搭私人飞机啊，各种 po 文啊，甚至秀小孩啊什么等等的这些照片，被推测这个是间谍罪逮捕，以情妇的身份，让感觉就是个间谍养成的路径，也是美方埋伏在中国的一种种子吗？那么因此当这发生了这些意外之后，也被想是不是跟秦刚的时间轴把它拉开来看，他当2010年在英国驻大使的时候，2018年升任了副部长，但是2020这个期间开始发展所谓的婚外情，这个期间到底是真感情还是真的有谍报成分在里头？金融时报认为其中疑点重重。委员怎么看呢？当然华为新手机的发表全球关注，但对于晶片来源，美方还是摸不着头绪。他们不是摸不着头绪啦，他们是宝宝心里苦，宝宝口难开啦。他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他就是被突破的嘛。那突破也不是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啊。华为也很谦虚。其实这中芯国际的那个执行长吧，这个梁孟松啊，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论文，他说我们可以把 DUV 做10奈米以上的整个程序优化了以后，重复曝光，我们可以做出7奈米的。所以很早人家讲说，很多华为那个中芯国际生产的挖矿机的晶片，已经看出有7奈米的苗头。当时中芯国际假装不知道，原来他在默默的帮华为做。我们现在把它连起来，原来他早就会做了，他只不吭声。现在打开华为手机里面包括那个 Technical Size， 实际用电子显微镜去测试，它就是7奈米的所以已经突破7奈米这个封锁线。那我们期待的，它未来能够突破5奈米的。那5奈米据说要光刻机，不晓得现有的制程优化能不能到5奈米，不晓得。那这个华为找刘德华来做一个宣传恰到好处，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可信的一个公众人物。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未来
哪一天我们看到刘德华站到舞台上面去介绍华为的 EUV 光刻机，那会让美国人怎么样？不是 I was upset 啊，那比这个还严重很多，那才精彩，好不好？哦，所以继续加油哦！大家对华为期待都很高，要突破是一关，因为它 EDA 也突破了嘛，哦，然后制程跟中芯国际一起突破了，然后现在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跟中芯国际合作去突破光刻机的一个限制啊。秦刚的确是一团迷啦，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说《金融时报》讲的对或不对，那你要去确定它有这回事或者没这回事都非常的难。比较特殊点就是说，它并不像过去一个违纪严重的人呢，所有职务全部撤销，他国务委员到今天位置还在啊，那只是好像没去开过会啊。然后另外的，他的外交部长已经卸任了。那卸任了以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新的风波产生。那如果跟女人有关系的话，我希望没有啦。如果有的话，我就觉得很不智啊，很不智啊，因为他年纪算很年轻，就有了这个副国级领导人的这样位阶哈，就一脚踩到女人坑里面去哈。摔得这么重，那就很不值得。我们希望是别的原因，而不是这个原因。但是《金融时报》这整天绘声绘影，好像多了故事，看起来很精彩。这到底是政治新闻呢，还是娱乐新闻？我有点搞不太清楚了啊。不过赖教授的确，我们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是还不知道啦，没有官方发布的消息，只是有各种反正西方媒体的揣测报道比较多。金融时报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媒体啊，但是在处理秦刚的问题的时候，很明显的它就变成八卦媒体了。这个跟他的长期以来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一个严肃的媒体应该是要有所本的来去报道一些事情，而不应该多次的采用揣测的方式，用猜的，用理所当然的合理的推断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个是显示出这个报纸越来越堕落。那一个报纸越来越堕落，就代表它已经在背离它社报的这个初衷了。那不过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老板换了日本人嘛，那老板换了日本人，日本人目前拿来是不是把这个报纸拿来当工具，用来去处理修理中国大陆，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至少知道这个报里面有一位记者跟我们台湾的绿营的人关系很密。然后他也常常用这个报纸跟他的身份来处理两岸之间的问题，用来羞辱中国大陆。这个是，而且也在台湾也来羞辱另外一个最大的在野党。这个常常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代表什么？这个报纸的堕落，也代表这个报纸它的记者的堕落。秦刚的事我们确实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以公开的消息来说，确实他的国务员的身份没有被拿掉。那国务委员的身份没有被拿掉，国务委员是比较高的，部长是比较低一点的。但是一般来讲，因为他们的规定，制度上的规定就是外交部部长、国防部部长都本身就是国务委员。但是为什么只拿掉这个外交部部长，留一个国务委员？那这个当然要等到一段时间以后，那是不是调查清楚了，那就会公布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认真严谨的一个态度，我们就等待最后公布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啊？我想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这个 TVBS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去仿照这个金融时报，把自己变成一个八卦的媒体堕落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 TVBS 是一个公信力很高的一个媒体，我们坚持我们的公信力。不过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华为的一个发表会故意不谈它的晶片，我觉得是有意的。因为如果他直接讲他的晶片是怎么样，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就抹黑、唱衰、嘲笑，各种方式都会来。这是欧美人常做的手段。所以你讲了以后，他就不信了。但是他自己去，刚刚郑元兄讲，他连显微镜都去想办法，就把它去看了以后，确定了它是麒麟9000S，确定了它是7奈米。在这个时候由他自己来确定的时候，他就会相信他自己说的话了。那就大家都知道原来确定是7奈米了，确定是5G 了，因为这个都是在境外的媒体他们公布的，说调查的结果、研究的结果就是如此，只是他们不了解为什么能够做得出来而已。好，现在台湾有个专家所谓的工研院的一个专家说，
没有 EUV， 你绝对做不出5奈米。哦，哪一天他又做出5奈米了，我看看台湾的那个工研院的那个专家怎么打自己的脸。商场如战场啦，谍对谍，尤其在中美对抗的时候，彬哥，我们来看到，当他手机被大家关注这么久，新机发表会上不公布手机太多的消息，公布是其他，连电动车、什么电视都可以，就是不谈手机，当然有他的玄机在里头。因为其实第一个就是他手机那一波是在 Mate 60 Pro 那次已经公布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细节，那他这一次的是整个体系的公布。所以包括 Pad， 包括它的那个汽车的智慧系统，包括手表，包括高阶手机，所以我觉得它是整个一套。华为想要推的是一整个系统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某一个机器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整个目标方向是不同的。而且我说真的啦，它这一波推的全部都是高单价的东西，所以高单价的东西有人在管规格。刘德华代言那一款4.4万，对啊，基本上高单价的东西除了那个就是你觉得它的功能啊，或者其他东西很吸引你以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种信仰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对这个品牌的信任程度，所以我愿意去买它的东西。因为不然的话，一般电子产品怎么可能卖到10几万啊？甚至这样的一个状况，根本不太可能。那至于有人说刘德华为什么在那个发表会上面都不去讲规格？刘德华干嘛讲规格？他又不是技术人员，他就是代言品牌形象嘛，所以他只要展现出他的形象。它的亲和力，然后跟品牌的结合，这样就够了。规格那些留给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去讲就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导致雷蒙多他们现在一直还在讲说他不确定这个到底有没有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7奈米晶片。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自欺欺人。为什么？因为美国也有很多专家，这个行业其实所有的晶片，我相信他们早就拿去拆解了啦，一定的啦，因为。Mate 60 Pro 又不是很难卖的东西，到处都在卖。他们一定早就买一支回去拆拆看它晶片整个到底在干嘛。你晶片只要一拿出来，他们一检测之后，一定知道它整个制造的脉络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很明显，在业界是不容易骗到人的。所以他们恐怕是拆解之后，还是搞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的。哦，那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我觉得你们这边提到这个猜测可能是真的，也许他们就是用一个相对可能没那么先进的 DUV。那他们就用这种方式，用中国大陆的另外一套这种制程的方式做出来，跟西方跟台积电这边的制程稍微有点不一样，把它做出来。所以他们找不出跟其他，因为你相信我，如果真的是透过韩国或是透过美国的一些他们所谓的一些厂商来做的话，早就被他们抓出来了。这是一定会抓到，因为这业界这一看就知道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是明知道华为已经可以做出来，只是他们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做出来，也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工序到底是什么，所以只好在那边硬撑而已。但是问题是，只要华为能够稳定持续出货，那就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真的没什么好讲。那至于说秦刚的东西，我觉得他们现在又要故意炒一波。因为秦刚的事情其实已经隔了一段时间，对呀，他这时候突然之间把它拿出来，而且讲实在话，根本没有新的东西啊，还是就有那几个跟几个月前我们讨论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为什么重新要讨论出来？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断要去影射，包括李尚福啊，包括秦刚啊，他们是要去影射中国大陆内部出现动荡。那问题就是中国大陆自己争不争气？你如果能够持续维持你的稳定，而且让你的经济能够发展，持续在国际上越站越稳，这些谣言自然就不攻自破。看完中国大陆，我们来看看美国。美国总统拜登啊，被说是第一人啊，第一个这样的美国总统去机车厂的一个车厂啦的罢工里面去声援，结果反而被抗议了嘛。来看看现场画面。美国民总统拜登啊，是26号的时候到密西根去声援汽车工人罢工，那力挺工会要加薪啊，结果在抗议群众都看起来却蛮无力的。那民众就顾着抗议，他也只能一个个后来讲好像没有什么人管他跟民众握手，然后反而旁边还有一些零星的抗议他的声音等等，就蛮尴尬的啊。所以显然对于当地的劳工议题也没有办法获得民众的认同跟支持。川普反而早一天，后面也去了啊。显然他想要挽回在劳工这个领域的选票，有点难。怎么说呢？美国现在连盖个公共工程、大型的交通建设都出了一些问题吗？
高铁在其他的地方，我看到“一带一路”啊，或者是中国大陆盖的铁路很快哦。可是呢，美国在佛州要盖一条铁路，已经旷日费时。想不到这条高铁开通了之后，很尴尬，比特快列车还慢了40公里，不是高铁吗？怎么回事？佛罗里达州的首条高铁开通，这条营运的总长度是378公里，往返于迈阿密跟 Orlando 之间哦，就每天有32班次而已。我们来比一比好了，台湾高铁台北、高雄啊，大概339，比差不多哟。每周发车量是974个班次，平均一天139个班次，发生什么事了哦？然后再来速度呢？这两个之间的高速列车也要运行了，结果呢？启动仪式才刚上礼拜五嘛，刚刚举行，就一名行人在南佛罗里达州的新路线被铁路这个路线上呢，被撞身亡，受到影响，马上卡住。就停班了嘛，结果目前还没有发现到底造成的死亡是怎么回事，但目前看起来归咎的方向都是铁路公司的过失。可是时速200公里就开通首日撞死人，的确是蛮尴尬。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一些安全的疑虑呢？大家也在观察啦哦。但美国国家民调的很多专家担心说，哦，买100%的美国货。高铁就建不成，什么意思呢？不是拜登的政策吗？希望在地化，就连基础建设很多的来源都希望是美国制造嘛。那美国制造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是由美国的媒体《政治报》的报道。交通运输界的人士很担心，因为买美国货是联邦政策，但是会扼杀了真正的高铁最后希望。为什么？因为美国当前没有相关科技跟经验，买美国货的结果只是推高了营运成本，却不够安全或没有竞争力吗？那么甚至美国100%美国制造之后，就无法得到高铁系统。这个是由美国高速铁路协会会长公开的谈话所表达出来的，到底怎么回事？而美国的最佳盟友加拿大总理美国总理现在也出了一些问题。先看看在议会的部分啦，因为乌龙赞扬纳粹分子，因为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嘛，这个下议院的议长罗塔在国会殿堂上乌龙称赞一名叫做乌克兰的裔的老兵啦，称赞他多棒多厉害啊！可是其实他过去是帮纳粹服役，然后被发现之后，他搞不清楚状况，这样子的一个拍马屁的这个做法，反而引起了排山倒海的批评压力。这事情有多严重？就加拿大对于纳粹的敏感度真的是非常的高，所以直接宣布辞去了下议院的议长的职位。而加拿大的风波还不止于如此哦。杜鲁道他的风波里，甚至跟印度现在产生了一个严峻的外交危机。加拿大由总理杜鲁道公开的说，在加拿大境内发生一个谋杀案，是印度政府干的，因为一个锡克教有一个领袖在加拿大境内被杀害了，他认为公开的说指控这个是印度派人干的，引起了双方非常严峻的这个外交冲突，甚至在加拿大有锡克教徒在使馆外面抗议啊，践踏莫迪的肖像，然后焚烧啊等等的哦。那前印度外交官则发表对杜鲁道的煽动言论，嘲笑幼稚啊，甚至讲他婚姻失败等等，这种言论非常的严峻。那甚至用一个喝牛奶的小婴儿来形容这个国际关系的公开指控，由杜鲁道这样的领袖来做出来的时候，印度非常的愤怒，甚至双方连核发签证现在都有问题。那么显然双方的外交冲突是非常的严峻哦。赖教授，我们先来看看从川普在美国一个基础建设出了问题，比我们高铁怎么品质还不如，发生了什么事到加拿大跟印度的冲突？我觉得我朝2个事件来谈，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高铁的问题啊。美国一直被嘲笑，他没有高铁，没有能力做出高铁，到现在没有高铁啊。当中国大陆的高铁已经卖到这么多的国家去了，不但在印尼已经开始开通了，那现在在好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在新建，所以中国大陆的高铁等于是中国大陆的一张闪亮的名片，美国人没有脸了，没有脸了以后，他们最近公布，他们说，我们完成了第一座高铁。结果它是采用最低标准时速200公里，这是高铁中的最底线了。因为一般来讲都会在250到350之间。您看日本的高铁也都在250以上啊。那中国大陆
到印尼的高铁都在300以上，中国大陆自己的高铁现在都已经有到350的这样的一个规格，而且已经开始在研发600公里的这样的一种超高速度的高铁啊。目前来讲都已经在做试运行的一个阶段。那美国真的是落后了，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不但落后，而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距离跟我们台湾差不多，那我们台湾的高铁跑多久啊？台北到高雄跑多久啊？而美国的这个高铁竟然要跑3个小时，观众朋友，您能理解吗？200公里的时速200的高铁跑370多公里不到，结果要跑3个小时，你等于是平均1个小时跑，站还少很多耶。对，站很少。然后说我的高铁是200公里的时速，结果实际上只跑100多公里。那比我们开车还慢嘛，真的是这个太离谱了啊！然后问题就在于很贵，而且呢班次还很少，又贵，班次又少，还撞死人，这不得了！第一天，这个不得了，不得了！美国这个拜登一直宣扬他的政绩的高铁，竟然是如此。我觉得现在最可怜的是谁呢？是杜鲁道，锡克族，但是他是印度裔的加拿大人，3个人被杀，都是政治领袖被杀。美国跟加拿大的五眼联盟早就掌握到这个情报，而且这个情报是印度派驻在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大使馆的外交官，他们负责策动这件事，有这个情报，所以呢，美国 FBI 就已经去通知他们国内的，因为美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锡克族的这些印度裔的美国人。加拿大也有40几万，而在印度有2000多万，他们都是受到迫害。美国就通知他们，提醒他们要注意人身安全，所以他们有确实的证据。而这些人被杀，杜鲁道在集团体的时候要求这个莫迪要给个交代，莫迪就直接骂杜鲁道，2个人就吵起来。那你看现在互相赶走对方的外交官，然后再升高彼此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恶化中。我为什么会说杜鲁道很可怜？他希望他的盟国站在他这边，结果没有一个国家有道德勇气。英国人闭嘴不谈，美国人说严肃、深切、关切，希望很温柔的说，希望你印度跟加拿大联合调查，印度给你调查个。所以西方媒体对杜鲁道的形容词叫做孤立无援，在这场加印对抗当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拜登的政策就是要美国制造，很多制造业都要拉到美国本土来做。结果没想到盖了个高铁，却被说美国制造出了大问题，怎么回事？委员，我先说拜登工会当然是民主党的票源的票仓，所以工会有活动他去。可是不要紧，你是现任总统，你底下有一个叫劳工部，你劳工部的部长如果觉得说罢工有影响到美国的经济，你是个有协调跟裁定的权利的。那我不晓得说他这样奏秀有多大的意义。那我们知道美国的罢工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你不能坐着在这现场抗议，你必须这样不断的走动。那旁边就对，是的，他们就规定，你罢工人不断的走动，绕了圆圈也好，绕了直线也好，不断的走动。那他去做所谓的纠察工人，就在旁边拿着麦克风叫大家不要越线，基本上是这种角色。你堂堂一个总统奏秀，有需要做到这个地步吗？他罢工不是昨天才讲的，好几天前都讲的。所以那些车厂的老板多少拿你联邦政府补助了，你不会找来谈一谈吗？所以我是觉得他是奏秀成分比较高。大陆上有一个规定我所了解是时速200公里叫动车，300公里叫高铁，所以这个美国佛罗里达车只能叫动车或者会动的车，会动的车，只这样子而已这怎么好意思讲高铁呢？没有时速300就不要叫高铁，不要丢人现眼好不好？美国人是很奇怪因为就比特快火车还要慢。对啊，那你说高铁它纯粹美国做的，我才不相信。不然叫美国把高铁拆开来给我们看里面一定很多东西是世界各国拼的，不排除有中国的零部件
所以这个美国如果全部100%买美国货，真的啊，专家讲的就盖不成了啊！你一定要靠很多国际，因为美国很多产业早已经外移了，视为了。最搞笑的是加拿大国会，然后是议长要下台，他们显然对乌克兰历史不太清楚。乌克兰本来在2次大战之前，1次大战之前不是一个国家。后来列宁革命了以后呢，就把乌西跟乌南的部分呢并到乌东乌南并到乌西，因为以前乌西是波兰的殖民地，那很抱歉乌西真的就是纳粹党为主，全部都是跟希特勒配合的，所以当时在乌西当兵的人几乎都是代表纳粹，然后去攻击苏联、攻击波兰的，而且这个人又是党卫队 SS 就党卫队。他不是真正的军队，他专门在屠杀老百姓用的，屠杀犹太人用的。那这个乌克兰人移民到了加拿大了以后，哇，因为他打过苏联，他自称打过苏联，党卫队打什么苏联又没有战车，党卫队专门欺负老百姓用的，屠杀犹太人用的。那你把他找去了，这是加拿大的政客怎么水平那么低啊？连这最基本的国际知识都没有啊！而且为什么说印度在加拿大杀人没事啊？因为美国不吭声啊，他在拉拢印度打击中国，他怎么会吭声？所以什么人权啦、自由啦，只要碰到美国的利益的话，一概噤声。所以难怪杜鲁道会觉得我格外的寂寞。可是人家议长讲说话，人家就下台负责了呀。台湾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来，最近印度跟加拿大的关系非常紧张。那么，因为这个谋杀案，其实我必须说，这不是第一个美国这个高铁，它不是美国第一个高铁，它美国另外有一个高铁，但那个高铁也不够快，因为只比它快40公里，所以也才到240。而且那个就是它的最高上限哦，它实际上运行速度也是100多。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为了省钱，它铁轨还是用旧的。所以它就不能跑快，是新的铁轨，就是这么简单而已。那其实说真的，美国在搞这种东西，它实际的营运速度其实不是赖老师讲的3个小时，是3个半小时。3个半小时，所以假新闻。所以基本上我们的高铁大概是它2倍以上的速度。真的耶。所以这到底是干嘛？我真的搞不懂，而且贵了个要死。它车票价钱你换算台币的话要2400块左右。就是同样台北到高雄你要2400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前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民进党的创党精神跟价值是什么？在党庆这一天37周年因为这个党庆本来是在前几天就要召开，因为这个屏东大火延后了，而在圆山饭店举行了创党先进联谊餐会，结果门口有创党大佬来抗议，举着布条上面告诉大家说，我们的所创的民主进步党已经沦为独裁贪污恶霸党。他举出的是高端进口坏蛋、光电、炉渣、88枪，太多，族繁不及被宰。新潮流盘踞政府各部门，犹如岛上的哥吉拉，还用哥吉拉来形容现在的民进党。当哥吉拉在台湾的时候，怎么办呢？听听他怎么说。电工程全部拢咧骗人的，然后地主赚大钱，我真正虚名拢总准这个虚名。拢总无头路，政府也无救济，台南都有炉渣，淘汰炉渣的问题，所以阮心足痛另个人我甲民进党完全不一路违背大家的期待，所以今日写这个特别，我用民进党创党主席团之的一个人来这表示抗议贴切来这公开。天选民进党。
他的名字叫魏耀前，当年创党的人士之一。现在对于民进党现在的发展，让他觉得非常的痛心。但是我有没有全球一开始问候大家都要先讲大家平安啊？但因为食安啊、公安，大家就觉得很不安呐、那食安的问题，现在连茶叶蛋也要标原产地的，为什么？这是因为陈其仲啊，林去秋波他所公布记者会里面说，很多的蛋，巴西蛋都拿去做了什么茶叶蛋加工蛋。所以让大家都受到惊吓呀！那茶叶蛋厂商忙着要自清哦，所以现在要茶叶蛋，反正都厂商要负责嘛，标产地、原产地，实质转型之后。食药署说的实质转型之后，散装蛋、制品辅导等等的包括白煮蛋、茶叶蛋、卤蛋、溏心蛋都要标示鸡蛋来源国。那过去标示不实的，最高就要罚400万。那反正怎么罚都是罚厂商嘛那谁叫他标的？这个时候要坚不吐实，就会被处罚，所以要厂商自己小心讲话。而巴西的臭绿蛋这件事情，在 TBS 独家访问的消费者说，他把蛋一打开，里头是流绿色的跟黑色的样子，消费者就说他就是买了3颗明明还在期限的台农的蛋出了问题，但是陈建仁部长公开说这是假消息，而食药署署长说举证责任不在政府，这个就是假消息，应该有疑问的消费者自行举证。那你还没有去查过了解过，就已经说它是假消息，那到底从何而来？怎么知道的呢？那一结论，大家讨论说原来纵使凶手有罪，教唆者不是应该有罪吗？但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举证责任不在政府啦所以馆长就来演绎啦，到底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民党党政万岁，听听他怎么演。各位想要贪污吗？富贵要人帮，办卡办这一张，优势请来我跟他。第一，绝对不会有检调上门查案。第二，本卡提供民视3立、镜电视1周刊等100多家的电子媒体来帮各位洗地，不用担心。我们还有第三，本公司本党提供千军万马，无论是网络力量、迪卡、PTT 各种网军。各种活动公司超过上百家，数百万名的账号为您服务，检调不必查。酸度破表，堪称从赖品妤摔倒之后另外一个经典之作了所以党政真好用吗？现在农业部的代理部长陈俊记跳出来是说，你们在污名化巴西蛋，又来了污名化巴西蛋是错的。出口65个国家里都有一定品质的呀，那巴西蛋没有错的话，那到底是谁的错呢？就是在野党还是谁的错？不要把巴西蛋污名化，但没有人在污名化巴西蛋，而是你进口的程序，还有进来台湾之后标示保存跟冷链等等的问题，是不是让消费者不放心？那么看看5月份有知名卖场进口的美国冷冻莓果，当时被验出 A 肝病毒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不管有没有出口有一定的品质，也没有坏掉的问题，那当时强力裁罚不是吗？就要去处理它，就算其中一部分的品质有问题，没有人去质疑是美国莓果有问题质疑的是当中厂商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不是吗？那跟巴西进口的蛋污名化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在讲到国际贸易的议题，台湾要往哪里走，国际程度如何蔡总统说，在见澳洲国会议员访台，夸奖台湾凤梨很美味嘛。台湾是澳洲第5大的贸易伙伴，第4大的出口市场，希望澳洲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经济成长、永续发展。那过去我们说只要公投过关就可以加入的，现在还要再跟其他国家国会议员不停的游说，说我们凤梨酥很棒，就可以加入吗？那另外台积电更是其中的一绝。最新有个消息，当然是说台积电在美国的设厂困难重重，因此梦见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现在是卡关。但是现在被逼，不止如此，现况的规模，州长来台之后又要求加码再设厂，哇，设也设不完。但当初说好的晶片补助款到1毛钱都还没有下来。这位亚利桑那州长在蔡英文很开心的接待的过程当中说，因应台积电到这个地方设封装厂毛利很低，3奈米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个是来自于在强迫设立封装厂，凸显台积电全球化布局陷入阵痛期。这个是台积电的说法，就是说它对于接下来已经本来有很多问题，毛利率很低了。那到美国去设厂的困难重重，还要再扩厂，的确有很大的困难呐。那晶圆代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赚钱，接下来还要再增设封装厂，到底要它到什么程度才满意呢？那被说是唯一敢跟台积电说不的是谁？台中市长卢秀燕。那么因为是护国神山啊，难道我们是小三吗？就是因为卢秀燕说，其实台积电虽然是护国神山，但其实它对于水跟电的耗电量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以台中都市计划审查委员审查1年呢，认为这个虽然2奈米新厂有着落但是因为一期的这个厂的耗水耗电扩厂需求会骤增，台中用水量的9%，用电量高达38%，所以它对于审查是非常严格，甚至把关可以拒绝的。所以民进党挖坑给台积电跳吗？郑克爽说，民进党政府找台积电去高雄，只考虑绿色执政，不是南北平衡，而是高雄有没有足够的回收水呢？还有各种电力会不会随时跳电的问题？那结果搞了半天，变成只是炒地皮吗？让房价一直在涨。最惨的就是被找去亚利桑那州那个沙漠，更加没有水，而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报道都说，让现在董事长还急着去找张忠谋商讨有没有办法彬哥，当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副总统对于不管公安、食安问题都不太回答啦，那对于选举的议题，那当然就是比较有话可以说。不然你就要讲什么？因为这些弊案的东西，他沾上，他知道他自己也甩不开，所以能闪就闪，能躲就躲，这是很正常的。只是我觉得这个蛋的事情，本来再来说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东西。你把流向公布之后，大家把问题的源头查清楚就没事。结果现在搞到整个进口蛋全部污名化，不只是巴西，所有进口蛋大家都有点害怕，因为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来，它到底保存期间多久，没有人知道。那我就记得茶叶蛋这个最好笑。我大概不知道1-2个礼拜前吧，我在节目上讲说，这个超商茶叶蛋可能会有危险因为他公布了说那个进口蛋要拿去做茶叶蛋，然后结果呢还有什么事实查的东西还是什么东西，还说我造谣。问题是好笑的是，这又不是我讲的，这是你们自己公布的，公布的资料，对，你自己公布的资料告诉我们说进口蛋流向大部分都去做茶叶蛋，那我讲的到底错在哪里？所以我真的觉得很荒唐这些人已经自己前言不知后语，然后现在自己又说要标示，不就是这样吗？这些人都是这样干事情的。然后这个薛瑞元更好笑，叫消费者自己去查证，消费者有什么本事可以去查证？但是你表示你还没查证就说人家是假的，是啊，很简单的道理嘛。你今天陈建仁说这一切都是假消息，然后陈建仁讲完之后说他会叫警察去查，你还没有去查你就知道他是假消息啊。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他假消息，那你干嘛去查？所以这个基本上逻辑就颠倒了嘛。薛瑞元也是一模一样啊，奇怪了，你说你们不需要负责举证，人家已经告诉你有这个东西，那你们就要去查啊。那你查都不查就告诉我这一切都是谎言，吓不倒我的，是怎样？你是在演食神吗？还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所以这些人基本上就是在鬼扯。所以馆长其实你刚刚看他那个影片里头都是大家在网络上常用的梗，他把它汇集起来变成一个东西，那干什么？就是在嘲笑你民进党嘛。为什么赖清德现在年轻人支持度这么低？不是因为柯文哲多厉害，是因为你真的太烂，你整个民进党都太烂，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结果。你根本跟年轻人的心背道而驰嘛。那最好笑的就是这个陈俊基这个代理部长，还叫我们不要把巴西蛋污名化，说这么多国家都禁，他讲日本啊、新加坡都有禁巴西蛋啊。那我就觉得奇怪，你知不知道？日本、新加坡有禁就表示巴西蛋挂包警嘛？你的意思是这样嘛？你知不知道日本跟新加坡有禁中国大陆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禁中国大陆蛋？如果日本大哥哥都可以禁，新加坡是我们想要追上的人均收入想要追上的国家，人家都可以禁，人家标准比你差吗？那为什么他可以禁，我们不能禁？你告诉我为什么？舍近求远，中国大陆明明在我们对面，巴西跟我们隔半个地球，你就非要从巴西来，偏偏就不要从中国大陆来，这什么道理？所以这逻辑都不通的嘛。那最好笑就是这个澳洲国会议员，哇，说台湾凤梨好美味，这马上让我想起来，我们是用运费比凤梨本身价值还贵的方法把凤梨送到澳洲去，然后还烂了一大堆。然后他居然知道台湾凤梨美味，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空运快递送过去的是怎样，我不晓得，因为
很多人在那边吃到大部分是烂掉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马屁也拍得太过头了。然后更好笑的就是，你拜托澳洲能够让我们加入 CPTPP， 你以为澳洲说了算 ？CPTPP 是要所有的国家同意，光澳洲同意有什么用？我认为澳洲绝对不会反对，根本你不用跟他讲，他也不会反对。但是问题他不反对又怎样？还是进不去了，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搞这种故意作秀的，实在是一点意思都没有，这是骗小孩的东西，正常人都不会相信。那至于说台积电这个东西无解，因为你已经上了贼船，而且这个贼船是谁推他上去？是蔡英文推他上去，是整个民进党推他上去。然后现在想跳船还不准他跳，还要扩厂。对啊，还要叫他继续扩厂，你是生怕台积电不会倒是吧？那台积电本来就是一个高耗能产业，那台湾现在缺什么？不好意思，就是缺水缺电，就是这样。那请问一下，台积电还能够在台湾活多久？我想现在不是说地方政府要不要挡的问题，是厂商台积电未来如果它接下来2奈米甚至1奈米的厂，它那个耗能都是倍增的。在这种状况下，台积电到后来如果台湾供电不稳定、供水不稳定，到最后它没有得选择，它还只能到国外去，因为台湾就是供不起这个大佛嘛。那我们的护国神山一旦倒了，请问一下，台湾是准备亡国吗？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真的不要再骗人了，你们现在就乱搞一通。我真的从头到尾怀疑，最厉害的中共同路人一直都是民进党，都是蔡英文，你根本就是卧底。委员是历史专家，从民进党创党以来，现在被创党元老说你已经变成哥斯拉。魏耀前的历史很久，他跟彭明敏同一个时代的。对不起，哥吉拉。对不起，哦，我说魏耀前是很早期的民进党的前辈元老，他们那一代的是自认为也充满了理想跟冲劲啊。那他今天讲民进党是独裁、贪污、恶霸，民进党应该跳出来说是假消息啊，对啊，应该开罚单啊，对，有没有人出来回应啊？没有啊，他指控呢，你独裁什么？你到底哪些项目独裁？他讲得很清楚啊。你到底民进党现在贪污什么？他也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民进党恶霸什么？都讲得很清楚啊。那民进党为什么不说？哎呦，我要钱，你是假消息，有没有？没有，乖的跟什么一样？乖的比台独金孙的孙子还乖。再来，谢瑞妍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不是曾经当过消费者。我们今天如果是到好事多去买了一盒蛋坏掉了，你拿去好事多马上换给你。好，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如果你跟消费者相关的单位去指控，消费者单位是来查你，还查好事多？当然是好事多啊，消基会、卫生局他会不会讲禁收？喂，赖教授，怎么只有你买的是有臭蛋，其他架上都没有？会不会这样讲？我要有举证的责任。对，你要有举证的责任。会这样搞吗？今天出在哪里？蛋就是民进党进口的。要保障的是消费者啊，理论上。对，因为蛋是民进党进口的，所以他现在吞不下，要把责任推给消费者，好，要把推给其他人，反正跟我农业部没关，跟我畜产会没关系，跟我畜产会上下游没关系。那因为民进党有一个党营事业、附属企业叫做超市啊，所以他当然不能碰嘛。那你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还好意思讲说巴西蛋有一定的品质啊？请问你一下宾士汽车有一定的品质啊，来了还是会坏啊！你台湾的蛋也有一定的品质啊，过期还是不能吃啊！你现在人家质疑你的巴西蛋有没有过期？没有过期，你干嘛销毁？这很现实的问题啊！你有没有品质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干嘛销毁？还要花好几亿去把它销毁到，已经坐实了你进口的巴西蛋有问题。谁跟你讲说，在巴西产地的巴西蛋有问题啊？所以我是觉得，你民进党搞了这样一个生意，就是魏耀前讲的，你要贪污嘛。那我也不懂，说蔡英文在讲说 CPTPP 跟那个澳洲国会议员讲有什么用啊？CPTPP 跟澳洲国会议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之前不是保证我们可以加入了吗？他有什么权利可以保证？他没有权利啊！然后你最好到那个万华找一个那个街友说，你跟我保证一下啊，不一样的钱，他没有这个权利嘛？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那亚利桑那州州长又来拉生意了，是不是？我跟你讲，台积电去已经很辛苦啊。再加封装厂，一个封装厂如果足够规模，是可以配合好几个制造厂因为封装厂的这个规模生产量是更大为什么？它的这个技术门槛比较低嘛。那你台积电都怕赔钱呢？难道你 Intel 要让我们封装吗？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人很认真拉生意，是对他自己国家好。那请问你蔡英文有没有帮我们把守的我们台积电
的生存的权利，这一点都没有啊。那卢秀燕讲得很好啊，水电你有保证，我们再设厂啊，是，要不然你设个厂的话，这占台中市38%啊，那不是白设了，你整个停工也不是办法嘛。所以你可不可以蔡英文跟卢秀燕学一学好不好？赖教授，民进党才37年就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现在都是被公开的啊，被揭露的，然后创党元老啊，就是认为这个民进党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那没有公开的呢？没有被揭露的呢？还有多少？一个政党37年而已，就贪污腐败到这个程度，老百姓看不下去，民进党的创党元老也看不下去。那你赖清德，你可以回避吗？今天他公然就是指控你新潮流贪污腐败，而你是新潮流推出来的总统候选人，代表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你可以回避吗？你可以不讲话吗？你可以被反驳吗？你可以不吭声吗？完全不吭一声，这代表什么？心虚有鬼，不然的话你就站出来回应，说他的指控都不实，要把他送去这个谣言中心，要去彻查他。不然的话，你就是承认他指控都是真的。我觉得赖清德跟贪渎跟他的新潮流一定要站出来讲清楚，我新潮流跟贪渎无关。但是你敢讲吗？你讲得出来吗？敢的话就赶快讲出来。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倒觉得，目前坦白说，这个臭蛋，台湾的消费者会气到什么程度？每天都在用每天都在用，然后呢？你今天你的官员是这个态度，然后蛮横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不觉得台湾的消费者能够忍得住。他现在用硬凹的呀。凹有什么用？台湾的老百姓那么笨吗？没有，笨的是这些官，笨的是这些官员，他以为他这样凹就有用。台湾的老百姓不吃你这一套。您刚刚讲到，他有说，我要举证，我要去调所有的监视器。假设我今天到一个超商，我买了一盒巴西蛋。结果是臭了，我今天去告说我这颗蛋是巴西蛋是臭的，那我要举证，我不能够只是因为我买了一个蛋，然后我在某一个超商买，我有发票收据，我就能举证这个蛋就是他卖给我的，我必须要举证这个蛋我买了以后带回去，然后打开以后破了，我全部都要有监视器，不然的话，如果他说我换了蛋，然后呢，那我怎么举证？我觉得没有一个官员蛮憨到这个地步。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官了。不过我觉得蔡英文老是玩假的做虚的，我确实认为众议员何其多啊，众议员没有决策权，你跟一个众议员邀请他来讲这些话送东西，然后他就能够帮你台湾 CPTPP 台湾要 RCEP 还是要 CPTPP？ 你问一家企业到底要 RCEP 还是要 CPTPP？ 我觉得你随便问一个企业，企业就告诉你答案。你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的一个总统啊，我都还以为是已经要卸任了，因为实在是烦透了哈，就是赶快卸吧，不是赶快卸任哈，这样的一个人。好，你跟一个众议员没有权利的人讲这些话有什么用？但问题就在于你又给了多少钱，有没有给钱？站出来说有没有给钱？好，那现在又来要东西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州长又来要东西，你要帮台湾守住啊！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帮台湾守住。现在的情况是，台湾的厂商自己要有骨气，要守得住，不要像台积电一样，人家给你一点压力，你就连本带利的往美国跑，在那边倒贴。有一点骨气的企业吧，不要学台积电。现在很苦啊，因为连各种补贴案到现在还没拿到1毛钱，所以经营困难。